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要旅游找途牛。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323途牛旅游100元现金券。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关注伊贝诗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在这里要感谢优酷网、土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巨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您来拿。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传奇剧王、著名导演郭靖宇郭导演，欢迎郭老师啊。下面是他的亲弟弟，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演员杨志刚杨老师，欢迎杨老师。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背景情况吧。各位请看。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谢29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模特；女嘉宾小刘26岁，同样来自湖南，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好。结婚有多长时间了？跟大家说。我们认识有3年了，结婚了3年，结婚有2年了。结婚2年。对，孩子差不多有1岁半的吧。差不多有1岁半。对，1岁半了。因为1岁5个多月嘛。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要来干嘛？我觉得孩子1岁多了，他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也没做到一个老公应尽的责任。现在在外面还跟别的女的有暧昧。我怎么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怎么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自从你生了小孩后，你整个人变了。还有，我想问，我现在跟谁有暧昧？不就那个小雅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我跟那小雅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上一次生病了，那个小雅又是跟你发什么短信，亲爱的，你好一点没有？后面又跟你熬汤什么的，你觉得没有什么吗？你还说上次我生病了，我上次打完球，着凉了发烧，结果你来我回家，你对我不闻不问也就算了，你还跟我说要不要给我打药，你觉得你这样做老婆对吗？你怎么不说我在家里带孩子一整天那么累，什么都做不过来的时候，你朋友一个电话打来就说出去打球，你就出去了，把我们俩撇在家里。我打球我又不是出去花天酒地的，我是跟朋友我锻炼身体啊。但上一次你们出去做活动时，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什么看见那个小雅站在你的房间穿着浴袍。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想太多了，你不要误会好不好？但是小雅只是到我的房间问我晚上要不要我们点点什么东西吃，我们只是在外面做活动。她不穿着浴袍站在别人的房间问别人吃不吃什么，怎么就站在你的房间了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针对我，你就是觉得我们家欠你的。我觉得自从你生了小孩以后，生了宝宝以后，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可理喻。现在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我有时候做这个他看我不顺眼，做那个看我不顺眼，有时候一点小事才冲我发脾气。听了几个核心词，一个核心词叫小雅，一个核心词叫你变了双方都说对方变了。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结婚的呀？我跟我老婆之前是在一个活动公司，就我老婆当时跳舞的嘛，然后我当时她是舞蹈演员，对我当时还在做模特嘛，那个时候觉得我老婆人还蛮好的，然后追了小半年，那个时候还是挺甜蜜的，对吧？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结婚其实也没有那么顺利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可能身体不是很舒服，喝一些中药，他妈妈知道了，他就觉得可能是我生孩子有问题了，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老人有这个担心。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了小孩才结婚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母亲不同意。对，因为他吃中药。对，因为我们家我爸妈就我一个，我们谢家就我一个独苗。就是你说老人家他想抱孙子，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吧？他有这个担心，没错没错，对不对？有担心，是因为你怀孕了，所以他母亲说那就娶进来吧，是这意思。这个道理当时是因为你爱他要娶她，还是因为有了孩子，你的母亲觉得他有孩子了，那就赶紧娶进来？我当然是爱他的嘛。你是爱他的啊？对，你跟母亲的想法不一样。对，因为有时候毕竟是我妈妈嘛，怎么说呢？我妈妈也是一个苦命人不？生我养我，把我拉扯这么大，我不想违背她嘛。但是我又很爱我老婆，就是有时候我夹在我老婆跟我妈妈之间，其实我很痛苦的。其实我老婆她生完小孩以后，知道她身体不是很好，我都很迁就她。我不觉得她是这样子的。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整个孕期妊娠反应比较大，她跟她妈妈都没有照顾过我，然后我整个孕期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我妈妈怎么没有照顾你了？我妈妈当时要过来照顾你，结果来了，你不是嫌她这里不好，就嫌她那里不好。扫地你嫌她扫得不干净，搞饭你又不吃，喝粥搞了个粥你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不觉得我一个孕期时间，我觉得我胃口不好，我觉得不好吃也是正常的。那你妈妈不至于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就直接走了，从生孩子都没有照顾过我。你觉得是我不对，还是你妈妈不对呢？但她毕竟是一个老人家，我就觉得，你觉得我们家欠你的。妈妈上次要过来看我家宝贝，看孙子，快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就带着我崽去她闺蜜家了。结果妈妈在我家坐了一下午想看孙子也没看到，是因为几次了是因为孕期的时候跟婆婆关系不好是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确实最开始他妈妈不同意我的时候，我也不高兴，因为在我的这个角度是，他全部是站在妈妈那个角度的。当时我就喝了个中药，其实你妈妈你可以去解释的，然后他并没有解释，他还把我的那个药方拿去给他妈妈了。但我当时心里肯定不舒服。我打给我妈妈也许是我妈妈关心你，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就是为了觉得我不能生孩子，他根本就不是关心我。这事儿咱们可以翻篇，反正能生嘛，也生出来了啊，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怎么就跟婆婆关系恶化？这算是埋了一个小隐患，对吧？心里有个疙瘩孕期她也不照顾你，等于孕期的时候婆媳关系也不好，是吧？其实这个也是主要从怀孕到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人都没有照顾过我。我生孩子也经历挺多的，生了20几个小时，我还是坚持了生产，因为我觉得生产可能对我宝宝好一些，然后大出血了，然后也是顺利把宝宝生出来了，但是我就在想，可能孩子生出来了，婆婆跟她总会更关心我一些了，会体谅我一些了，但是我们推出产房的时候，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看我，整个人都在小孩子那里。但是我跟我妈不是也在外面守了1天夜，我们也什么都没吃，水也没有喝，对不对？我们还是很担心你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外面等了1天夜，也很辛苦，觉得跟他们差不多。他没有想过我在里面冒着生命危险生这个小生命。就算这样，我也不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梗，你就觉得我们家一辈子都欠你的，然后你就这样针对我们家，针对我妈妈，我觉得我真的也在中间，我真的很难受。我问一句啊，月子是谁陪你过来？我妈妈。是当地的风俗，就是娘家妈来带还是？不是的，是他妈妈整个心思都是在孩子身上，其实根本就没有照顾过我。但是出了产房，然后进了病房的时候，因为生了孩子生了那么久嘛，医生肯定很脏，我就希望他妈妈端个热水给我擦下，然后他妈妈就当没有听见，根本就没有来管过我。那他不是有去买个盆打了水过来给你了吗？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生孩子之前你们跟我准备好的吗？不是，但是在我觉得要你们跟我擦的时候，你们再临时出去买。但是本来进产房的时候急急忙忙的，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没考虑到那么多。你这个，你都没提前准备啊？都没有。但是，等于反正匆匆忙忙，对吧？你觉得他母亲照顾不周到，所以就把娘家妈接来了，娘家妈照顾你是吧？对的。这个大概就跟婆婆的关系就很紧张了，这么算下来。那他现在基本上跟我妈妈两个人，就是2个人待5分钟就会吵架。
我觉得跟婆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不好。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每次在我跟她妈妈有争吵的时候，她都是站在妈妈的角度，没有想过我生的孩子有情绪，然后我一个人带孩子有那么辛苦。对。她就觉得我应该去体认老人家，不管她妈妈做什么，我都得谦让。刚才她说了一个细节，说现在你婆婆要去看孩子，你就不在，是故意的吗？我也不是说是故意的，因为他妈妈每次过来，其实根本也没有帮我带过小孩，因为他每次说是过来带，他其实也不会换尿片，也不会喂奶粉，他只是在那里看着。然后我去闺蜜家，其实闺蜜还会帮我照顾一下。他呢？他在家里每天就把家里当宾馆一样的，然后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要不就出去打球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我觉得家务事带小孩本来就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像我本来在外面每天工作就很辛苦了，真的，我觉得一家老小的开销，所有人都是我来承担，因为我在外面本来就这么累，我回家我当然想好好休息，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爸爸，一个老公，你觉得你回家跟我分担一下，带一下孩子，你觉得有问题吗？哎，你会给孩子换尿布？不会。洗澡呢？洗澡就搬着洗过1、2次吧。男孩女孩来着？男孩。跟你亲吗？孩子？跟我老婆比较亲，确实我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都是我老婆，就是从出生到后面都是她一个人带的。全是她一个人？对。你母亲陪你多久？我母亲也是出了月子就回去了，因为我家里还有爸爸有弟弟嘛，她也要照顾。厉害，就是一个女性带孩子，没有其他人帮助。没有。现在带到1岁半了，好辛苦的哈。家里饭谁做呀？我做。那他家务等于什么都不做是吧？不做。他的母亲有没有说，哎，我来帮你带带？他妈妈其实也要上班的，就是说，就算过来的话，也是待一会儿，然后就得走了。你觉得他辛苦吗？我觉得他辛苦。其实他开始的时候，我也很迁就他，我也很让着他，但是到后面就感觉他现在动不动就冲我发火。你就早段时间，我早上要出去上班嘛，然后我问他外套在哪里，他就冲我发个脾气。他说你自己不知道找，你自己没手没眼睛啊，没脚啊。我是觉得他也不是小孩子，我要照顾孩子，他连个衣服都找不到，然后他明明知道他的衣服其实我都是跟他规划在一个地方的，他找都不找就让我拿给他，我觉得他是自己可以去拿的。但是我毕竟早上我急着上班嘛，我就那么一点时间了，我这么急忙的找衣服，我肯定找不到嘛。反正你也一肚子委屈是吧？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比以前变得特别易怒，特别的不关心你？对，不关心我，特别的暴躁，就感觉人有点，我就有时候在家里我觉得很压抑，就有时候我下班回家了，我都在车上坐半个小时，我再上去。为什么呀？我就觉得上去面对他，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很压抑。那你不想见儿子吗？他根本就不会想孩子。我怎么不会想孩子？他打球嘛，然后脚受伤了，然后他直接就去同事家住了，然后都没跟我商量，一去就是1、2个月。然后就把我跟孩子撇在家里了。我后面不是有跟你说了吗？我去我朋友家，只是我觉得我朋友家离公司近。你1、2个月都没回家是吧？偶尔回去一下。就儿子反正也不管。儿子就是回去看他嘛。你觉得就应该他管是吧？我是觉得女人在家带孩子是应该的。我觉得像我们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挣钱，承担家里这些开销是我们的责任。骄傲对吧？不是骄傲，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对啊，所以他们干点活也是应该的，是吧？对，我是觉得男的就应该主外，女的就应该在家里照顾好家庭。那女的照顾好家庭的标准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老婆做的倒挺好的。哦，倒挺好的。对，她只是我觉得她现在脾气变得有点让人难以接受。那你希望她怎样呢？我希望她能够像我们谈爱的那个时候，对我稍微。不说那个时候，就是对我稍微关心一点点。那你怎么不说？我跟你结婚之前，我什么都不用做，我每个月拿了工资就自己玩、自己用就可以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又做那么多事情啊，你怎么不说我变得有原因的？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就是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这回娘家还有其他的含义吗？我觉得。我也不想影响孩子，至少现在我觉得可以分开嘛，然后我可以带着孩子去娘家，然后我也会轻松一些。明白了，太累了是吧？
我们把这个你变了这个事儿，我们基本弄清楚了。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小雅，是你瞎猜测的，还是确实有？是的。如果没有这种事情，我觉得别人也不会来告诉我说他穿着浴袍站在他的房间，你总是别人告诉你，他们说，不是他有没有穿浴袍站你的房间？但是因为我们是一起在外地做活动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住的房间都离得很近，他当时只是过来问我晚上要点什么吃的啊，只是到我房间，如果他朋友都能够看到他站在我房间，证明我的房门没有关啊，只是进来问我一下，简单的问我一下。那他怎么不穿着浴袍站在别人的房间啊？他怎么不去问别人，怎么偏就来问你呢？我觉得你就是在针对我。其实对这件事儿你非常在意，对吧？是的。你觉得你夫人在意这件事儿，在意的对吗？我觉得应该在意，但是不要像他这么过，他每次都拿这个事情跟我吵架。确实跟他没什么哈。本来就没，他又知道我有老婆有小孩，他能够跟我有什么？你确实没对他有什么哈。没有。就是贪玩，喜欢打篮球是吧？对，我就是比较爱打球啊，因为我之前上高中、上大学都是打球的嘛。听明白了，你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打算？他说他要回娘家，你呢？我当然不希望他回去嘛，毕竟说句实在话，我老婆就是除了她脾气差一点，她真的做的还是挺好的。老师们大概已经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了40多个小时，在国外，我一句外语都不会说。后来也是剖腹产才生出来，然后小孩放在一个车里边，放在床上，换尿不湿之前还应该给他的后背做一些按摩，要给他浑身都抹上一些保护皮肤的东西，然后换尿不湿，然后睡觉之前必须要换上衣，上衣要长一点，争取能把尿不湿盖下来。因为孩子都爱踹被子，所以上半身很容易晾到，然后这个时候给他盖一个比大人薄一半的被子，他会睡得很好。我今天晚上啊，本来做完这个节目，川儿哥是要留着我在天津吃饭的，但是我决定不做，我做完节目立刻就回家，因为我想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然后带他睡觉，这是男人的幸福，也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也是未来你在孩子成长成一个人才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培养的儿子，你可以骄傲地说出这句话的。今天的社会生活，他妈妈这么优秀，难道自己就不能挣点钱养活孩子吗？一定能。你不要以为你挣了钱养活了孩子，你就是骄傲的父亲，那不骄傲。你要陪伴他。我也喜欢打球，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基本上1年打2回，你就不能牺牲几回打球吗？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跟婆婆处理好关系，不证明你不是好儿媳，证明你不是一个特别会处理感情问题的儿媳妇儿。尤其是婆婆要来，你带着孩子走吧，这事儿不行。即便是自己有点生气，自己走也必须把孩子留在家里，不然婆婆会记恨你的，因为那人家也是骨肉啊。再有就是一定要想20年以后的自己，给自己留后路，想好回去找点辙，跟婆婆好好的沟通沟通。我觉得这一家还是蛮幸福的。杨老师，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可能要批评这个男嘉宾2句。第一，我觉得你过于自我；第二，我觉得你有点大男子主义。不是你一个人挣钱养家，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挣钱养家，帮助太太照顾孩子，做一些家务，这我觉得都是一个男士身上应有的美德。你连孩子，刚才川哥问你多大记不清楚，怎么换尿不湿记不清楚，洗澡怎么洗不会。我给你的建议是，抽出1个月的时间，让太太去旅游，自己带1个月孩子。好，谢谢杨老师，好主意啊。胡老师，你口口声声说男人挣钱养家是应该的，还不够准确，应该说男人挣钱养家是最基本的，没有什么洋洋自得的。如果说一个男人的职责只是在于挣钱养家的话，那只要能挣钱养家的男人就可以成为她的老公，因为他不需要投入感情，不需要投入爱，只要扔2个钱在家里就可以了。既然当爹了，就请做出一个当爹的样子。你说你不带孩子，你不善其能，你可以做家务，可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但是你什么也不干。你呢，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就是呼吸，呼者为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如果你只吸不呼，这口气就堵在那儿，你整个婚姻就是在赌气嘛。
那口气就是孩子吗？但是你要想清楚，无论她的婆婆对你怎么样，好或者是不好，又如果这个婚姻结得顺或者是不顺，家是你自己的家，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老公是你的老公，日子是你自己的日子。你跟自己过不去，可不就你自己难受吗？你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追求幸福。你赌气有什么意思呢？你赌来赌去，赌到最后，可不就今天跑到台上来了吗？既然结了婚，生了孩子，赌气不是日子，解决问题才是方法。男人要负责任，就这样。我其实承认变，人怎么会不变？尤其一个女性做了母亲之后，她的变化非常大。男人也会变嘛，你没跟上嘛。而且我一直觉得婆媳之间有冲突，既不是婆婆的问题，也不是媳妇儿的问题，一定是一个无能的儿子。你发现这个儿子特别强的时候啊，就这个先生特别强的时候，家里一定不出这样的事儿。怎么可能说媳妇儿跟妈掐起来了？一观察是这个男人特别弱，两个最容易搞定的女人你都没搞定。虽然人家说他们是天敌，其实哪里有天敌嘛？就两个女人争着爱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不能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他不就是弱吗？不是让你们两个人打架，是让你自己有主心骨和主见。知道带孩子真的很辛苦，真的不容易，注意一些方法。郭导说那个特别对。以后他母亲来，你要跟他母亲有意见，你把孙子放在那儿，你出去玩去，你不是累吗？让婆婆帮你看半天，多好啊！别较劲了，好好过吧。你啊，老师们说的话一定要记住，该干家务干家务吧。好了，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小花童吧，有请。谢谢。哎，这个好啊，送给婆婆啊，药保湿、易贝诗啊。好了，接下来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光。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翻开生活新的篇章。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爱宝宝一生一世。谢谢。谢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相拥的那一刻，我觉得很多问题已经溶解了。祝他们幸福吧。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我们认识2年多。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满意，但是他所提的要求，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挺好的，是他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了。我觉得我要求的那些根本就没什么。他父母现在要求我买房子，我经济压力已经挺大了。他不工作，还不体谅我，他还干扰我的工作。作为他的女朋友，有些事儿我必须得管。我总不能看着他去外面和别的女人嘻嘻哈哈吧。他那么任性，我感觉我们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陕西，酒吧经理；女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无业。来，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怎么认识的呀？那么远，一陕西河北。啊，我来唐山时间比较长，然后来唐山那边已6年多，然后我们俩是在2013年下半年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啊。聊了有大概半年时间吧，
感觉就他这人吧，挺关心我的，我对他挺有好感的，然后我都追他，就在一起了。今天为什么来呀？他想跟我分手。你不愿意，所以就来了。为什么跟人分手啊？多好的姑娘。就是我感觉吧，我跟他在一块儿2年多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吧，我想做到他满意，但是我感觉我做啥他都不满意。是吗？他看不起我。这不前2天他这不去相亲去了吗？他相亲的。对呀，我说去吧，那我也不管了，这样拉倒呗，分手呗。你是相亲了吗？对。还对。那您就走吧。那不是也是他逼的吗？是他说的，像我这样的找不着条件好的男的，那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能不能找着条件好的男的。找到了吗？我不就是为了激励他一下吗？激励啊，他靠这个激励他，被激励了。那当初不是因为我生气吗？我说那气话，我让你去的。那当初你说什么了？你说我配不上你啊，相亲对象他们家怎么好，我啥都不如人家。那你让哪个男听得受了啊？是。哎，我问问啊，这个资料上面说这个小李是无业。对。24岁这么年轻，干嘛不工作了呢？是因为我一开始，然后我说上一段工作，然后不是特别开心啊，然后当时就是那个我跟他谈恋爱，然后他说就是我不工作的话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养我怎么着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个他也对我挺好的，他一个从外地来的也不容易，然后也能吃苦，我觉得他能照顾我。当初不是因为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啥经济压力也没有，我挣那么多钱，咱俩花也够，就是说一个月说多了存不下。咱们也都够花了，那不前段时间你不是说家里人让买房结婚买房吗？那咱们俩这么着那也买不了房子。那现在结婚谁家结婚不买房呀？那你说咱们不买房怎么结婚呢？买房，但是咱花钱能别大手大脚行吗？去年双11的时候，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他一个双11花了我30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都让人干没了。那双11什么概念？5折，我不得把1年的都买出来吗？买出来了吗？买出来了，3000块钱用1年。对呀，兄弟这事儿值哎。我花的也不大呀，而且人家都是上商场买，我跟他谈恋爱之后，然后我也不上商场买，我就那个捡点地摊货、便宜货，他还觉得我花的多。咱俩现在什么状况你不明白呀？然后一说买房，现在结婚都买房，我开始我说咱们全款买，然后他跟我说条件不好，全款买不了。那我就说那个你贷款我也忍了，你贷款买，然后还要我跟他一起还。那你就工作呗，还呗。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俩结婚了之后，就是我专职在家也挺好的。那你没工作有多久了？有1年多了。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2年多。基本谈了1年多恋爱，你就不工作了，是这样吧？对。我听明白了，小伙子现在经济压力很大，是吧？对。你是希望他出去工作吗？不是说所有的压力我都想压在他头上，然后我都想说2个人现在奔着结婚去买房子，你替我分担一点也行吗？那可是我觉得他家就他一个孩子，父母能帮的就帮咱们呗，对吧？咱们现在不是想结婚吗？人家结婚都是那个家里给买房，怎么到我这儿结婚了，我就得跟他一起还贷款呀？主持人你不知道。他非得说让我去跟我父母要那点养老钱，然后去买这房子。你说我一个当儿子，你说我能跟老人去要这个养老钱吗？那现在谁家不都是这样吗？就说你不工作也行，你给他待着也行啊。你老实实，你说他还耽误我工作。他怎么会耽误你工作呢？我不是在酒吧上班，我经常会在酒吧里边跟客户，不管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会聊聊天喝酒。然后有一回他都非得去，他非得跟着我去，我说那去吧。然后我们在那儿聊天的时候玩的时候，就陪客户的时候，他过来撒我1升酒。你说你因为这个，你让客户怎么想啊？我因为这事儿我丢一客户，你知道吗？那是个大户，你知道吗？那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吗？他说跟别人那个说出去工作，然后跟别人又别的女孩，然后又喝酒又玩的，然后人家还给他发短信，大半夜的给他发短信说那个亲爱的你干什么呢？哎，怎么没有人说男的大半夜给我发短信呢？那你不知道我这工作性质啊？我不都是干这行的吗？我不给那些爷爷奶奶哄好了，我拿啥挣钱呢？那我之前不也跟你说过，我说我不想让你做这个工作，希望你换一个工作吗？是我可以换一个，我干这一行已经1年多了，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关系。你就说我再换一个别的班，我能挣现在这么多吗？那挣钱了，怎么现在我花了点钱，然后你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那当初我跟你吃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啊，当初那个咱俩没钱，然后那个天天回家一起走回家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啊，现在你有钱了之后，然后我花点钱，然后你还要跟我分手。我现在是挣钱越多，你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那我真担心以后就是说什么节日，每个节日你淘宝都会有那个什么优惠什么的，你都这么花，那我受了吗？那咱们这日子还过吗？别过了就行吧。我也不是就自己花，我不也给你花了吗？是啊，别说这话了。你知道他花3000多，然后说给我买了，你知道给我买的什么吗？就给我买瓶洗发水。你不是说挺好的吗？那我还能说什么？你都买回来，我不用我扔了吧？这姑娘平常花钱大手大脚吗？平常还好吧，反正那时候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买什么。我这块都说拮据点苦点都什么的，给他买。你父母满意他吗？我父母觉得就是他是外地的，然后就是一开始不同意我俩。啊，现在呢？然后现在说就是觉得只要是他能在唐山买房，然后就能同意我俩结婚。哦，你父母见过他吗？见过。什么意见和态度？我父母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俩现在还小，还年轻，多奋斗2年，就是说再攒点钱，然后他们再帮我，然后把这房子买了，把这婚结了，他们是这个意思。啊，再奋斗2年。对，因为你要说照我们现在就是说他能去上班的话，就他1个月也不多挣，就挣2000块钱，跟我俩平均就是说生活费了，我挣的钱我挣的可能比他多呀，就会攒下来，2年肯定能付一个首付啊。姑娘，这你从不考虑？可是那个一开始都是他说的呀，他说就是说我在家待着也没有关系，说那个他能养我。我一开始觉得就是说，虽然说他是外地的，就是在家待着有意思吗？我觉得挺好的呀。哦，而且家务都谁干呢？我家的东西反正他都没碰过都。那你在家里干嘛呢？就是和朋友出去玩啊。哦，玩什么呢？就是吃个饭，然后玩啊，逛逛街。就吃是吧？那些朋友也不工作。有工作。啊，有工作。可是，一开始我是觉得他虽然是外地的，但是就是说，他来唐山也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能吃苦，因为我们家一开始不同意我和他谈恋爱。但是我觉得他能吃苦，以后肯定能对我好。听明白了。所以你不愿意分是吧？对。这个相亲是你们之间的这个计划他去相的，还是其实他家里人也让他去相亲了？他们家里人反正就说我是外地的，然后在唐山还买房子，就本来就不同意我俩处对象。这不前段时间我俩吵架了，本来他也不乐意去吧，我俩不吵架了吗？就因为这房子的事儿，他跟我吵，然后他说要去相亲，我说那去吧。那这么着就行了吧？话赶话，姑娘没房子嫁不嫁人？我们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你呀，别着急分手，慢慢攒钱买房啊。关键是他们家里着急了，不是我着急了。听明白了，就是姑娘现在就是希望说，我什么都不干，你能把我给供起来。但是我对他也挺好的呀。你怎么对他好？他去上班，然后我也跟他说想让他换工作，因为他那个天天上班的话，然后也得喝酒啊什么的嘛。你还怕他累，所以你给他指得到就是换工作，是吧？对啊。哦，这是你还怎么对他好了？平时也挺关心他的。啊，都怎么关心呢？举一个关心的例子。我就纳了闷儿了，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好了2年多？你们给分析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伙子，哎，这个人家嫌你是外地的也就算了，你自己也一口一个我是外地的吗？我是外地，外地人怎么了？外地的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吗？你还不错，知道不用父母的养老钱给自己买个婚房。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呢，为了逼着老人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钱都拿给自己买房子，用跳楼威胁父母。父母最后说你别威胁我了，啊，我这房子给你，我跳下去吧。所以这点上看，这小伙子还不错。记住，甭说唐山外地的，就是北京外地的、纽约外地的，也用不着看不起自己。外地的没什么不好。然后姑娘回家也告诉家里人，外地的不是什么坏事儿。我是河北人，
怎么就外地来个小伙子就跟咱们当地的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我没有说看不起他呀，我要没有什么看不起的啊。我要看不起他，我也不能和他一起好2年多呀。第一个问题你回答我啊，第二个问题，谁告诉你必须得买房子才能结婚啊？但现在结婚不都是买房吗？谁说的？川儿哥，你结婚的时候你父母给你买房子了吗？没有。你先买过房子吗？没有。杨志刚，我现在也没房子。我告诉你，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我团里一个宿舍只有10平米，厕所要下4楼才有公共厕所。谁告诉你？谁说的些都得有房子才能结婚啊？爱情跟房子有关系吗？婚姻跟房子有关系吗？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说他真的他们家真的想让我跟他结婚，然后他喜欢我的话，你要嫁的是他还是他们家？你嫁给是他，为什么让他父母帮你买房子呢？要嫁给他的是你还是你们家？你为什么要看你父母的意思，愿不愿意嫁给他？父母喜不喜欢他？父母提出什么条件你才能嫁人呢？你说过半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吗？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未来是什么吗？他觉得你在家挺好的，他曾经答应过你，你不用上班，你在家挺好的，你就觉得在家挺好的。你自己有没有规划过你的未来？你将来有没有想过做别人的母亲？你连班都不上，就算你说我在家专门生孩子了，我就上个1年班，认识了孩子他爹，我就连班都不用上了，在家养着。将来孩子怎么能看得起你？他说跟你赌气，你就去相亲，你还都去相了3回亲了，你还说人家说要分手，你还不干？你有没有想好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可是我觉得我俩在一起都2年多了，那我也跟他一起出在一起10年多了还有离婚的呢，2年多算什么？站在你面前的小伙其实还真不错，很实在。超哥刚才说过3000块钱不多，但是他觉得还是有点心疼，这说明人家很会过日子，勤俭持家呀，这都是优点。对呀，那我跟他吃那么长时间苦，然后我现在花3000块钱，你吃什么苦啊？你吃过什么苦？那他一开始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也没有嫌弃过他呀。你还吃过什么苦？你饿肚子了吗？你今年20几岁了？24。啊，你如果现在这样思想的话，未来等着你吃苦的时候还多了。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工作，将来一定会吃苦的。你以前根本没有吃过苦。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早晚是有一天知道什么叫吃苦。你如果不做真心的改变，起码应该自己去找个工作。你24岁在家里又能干，肯定也受过教育，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份工作干着呢？必须要先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去做，无所事事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觉得你既然是你提出来要来的，人家说要分手，你今天真的应该好好反思，好好表现，不然我觉得你成功不了。你还别看这个外地的、朴实的、需要夜里去上班的这个小伙子，他要是真走了，你恐怕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刚才听姑娘和小伙介绍半天，我没听到爱情、房子、双11花了多少钱。其实我想说，真正的爱情跟物质关系不太大。还有一个，我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外地人。哥们儿，20年前我和郭靖宇分别来到了北京，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只要你努力，不仅在事业上可以成功，一定有女人陪你到老。我们哥俩都做到了，可以给你当榜样。你是不是自己特瞧不起自己？其实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很重要，能够跟你苦尽甘来。如果找一个只知道靠你供养的这样的女人，你一辈子没个头。虽然是外地人，但外地人和本地人头顶顶着是同一片蓝天，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外地人铸就了这个城市更多的一些责任和付出。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外地人找个本地人没什么觉得很牛的，找个同样是外地人的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关键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是最大的自尊。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一个外地人给某些本地人做了挺好的榜样吗？去找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好吧？全中国的人，你要真是查一查，咱们都查祖籍的话，不知道郭老师和杨老师你们祖籍是哪儿？应该祖籍不是承德。
肯定不是，不是吗？肯定不是，都是再往上倒几代，谁不是外地人？都是在流动嘛。对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现在地球都变成一村了，什么本地外地的，这么年轻怎么有这个？我第一段想说这个，第二段想说没房子也能结婚，爱到了就行了。第三个还是针对你说，做全职太太，应该是一个职业，它很难做，特别难做。相夫教子这件事情不容易，全职太太还要照顾这个一大家族的人也不容易，教孩子这点事儿也不容易，千万不能做寄生虫。这么年轻，好日子多呢，想留住他吗？想。这想就很简单嘛，奋斗，两个人共同奋斗，为你们一同的生活一起奋斗，那才叫日子，要不然成什么了？好好想想啊，珍惜吧。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跟他共同去营造属于你们自己共同的生活，好吗？行吗？嗯。来吧，黄金60秒。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之前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我也不想跟你分手。我觉得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然后我也改变了挺多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我妈说就是结婚的话就必须得买房子，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也能理解我。其实吧，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咱们俩在一块儿2年多了，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我也能感受到，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任性了，能找个班上。好，时间到，请亮灯。回吧，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啊！这个我就看着就是有点看不懂，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会有就是这么年轻啊？咱们现在那么多年轻的孩子，会有很多那个陈旧的、迂腐的、落后的那个价值观和人生观。电视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女性观众看了之后，千万别那么说，哎，人电视上不是演的那个吗？我们这是批判的。下载节目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哎呀，特别好奇这小子能不能坚持得住啊？我估计够呛。那就还是那句老话吧，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总有看对眼的时候，这不就是爱情吗？哎，有点意思了。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有天天圈用户向涂老师提问说，我无意中发现男友保存他和前女友的照片，还有他送给那个女人的钻石项链。我虽然不物质，但我还是很不舒服。这事儿换谁也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又能怎么样呢？其实生活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过得不要那么舒服，才告诉你在生活当中还有努力的空间。如果你的男朋友除了保留和前女友所有的信物之外，还一直和他联系，你大可以责备他。但如果他只是保留这些信物，只能说明一点，你做的还不够好。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要旅游找途牛。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323途牛旅游100元现金券。对以上机构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